我上门退婚那日，未婚夫满门被抄，沦为街头罪奴。我赌气将他赎了身，世人皆笑我捡了个累赘。殊不知他是蛰伏皇太孙，我是江湖女霸主。开玩笑，出来混，谁还没个马甲？我那高贵的未婚夫沦为了阶下囚，他被打聋了一只耳朵，丢在街头售卖。我蹲在他面前，小声说：“我这个时候来退婚，你不会觉得我是落井下石吧？”苍天可见，我昨日来的时候，他还是高高在上的世子殿下呢，怎么一夜之间成了罪奴呢？他睁开眼睛，平静地看着我，背后传来叫嚷声：“还买不买呀？不买让我们相看一下。”全京城的老鸨都等着相看呢，把它买回去就是摇钱树。看他这穷酸样，肯定买不起。我一听这话就怒了，看不起谁呢？这人我买了。我差点就给老板跪下了。我耗尽家财，东拼西凑，还是差了5两银子。老板翻着白眼说：“没钱充什么大尾巴狼呢？”我也没想到肖培居然那么贵啊！早知道我就不争那口气了。被人骂几句穷怎么了？总比真的穷好。老板，你不如再等等，说不定就有什么达官贵人会来买它呢。我犹豫着，这些钱都是我这些年抠抠搜搜攒下来的，实在舍不得就这么花了。老板嗤笑一声：“镇南王府犯的是抄家灭门的大罪，官府把世子丢在罪奴集市贩卖，就是故意要折磨他，逼他去死，还达官贵人呢。街边的叫花子见了他都躲得远远的。”我扭头看过去，肖培衣衫褴褛地坐在冰冷的地上，神情沉静又冷漠。他任由别人对他品头论足，俊美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老鸨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凑过去，仔细地相看肖培了，甚至有人上手去摸他的脸。你还买不买了？老板不耐烦地催促着。我闭着眼睛，咬着牙把银票递了出去。买了肖培以后，我把奴气给了他。我不耐烦地挥挥手：“走走走，别再让我看见你。”我心痛啊！我本来想到王府退了婚以后再打秋风，没想到1文钱没弄到，还破财了。花了钱退了婚，我俩就该一拍两散了。可肖培没走，他反而缠上我了。你得护着我。他轻声说：“我凭什么？”我吼道。肖培平静地说道：“我有钱。”我沉默了一瞬，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。我刚刚说话太大声了，有没有吓到你啊？你别介意啊，我这人嗓门一向比较大。我真是见识了什么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王府都倒台了，可是肖培照样有钱花啊！我恨这些有钱人。肖培开了一间天字号上房，还要了热水、沐浴更衣。我鞍前马后的伺候着，他随手就丢给我5两银子的赏钱。可是这货防着我呢，他说手上只有一些小钱，一时半会儿还不上我赎买他的银子。有钱享受，没钱还债。欠钱的是大爷。他坐在窗边，对着烛火长久地沉默着。我寻思着，他可别想不开寻短见了。肖培要是死了，我这债可就成了一笔烂账，我得安慰安慰他。这天下乱了这么久，今天死个皇子，明天死个侯爷的，轮到你家也不稀奇。你别伤心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那些个什么贵妇小姐的，不是都钟情你吗？回头你蛊惑他们，然后卧薪尝胆，报仇雪恨。我一共没有读过几天书，真的是绞尽脑汁的在安慰他了。我说到这里，肖培终于有了反应，他聋了一只耳朵，可能听不清，眉头微微皱起。我贴心的凑近了：“你想啊，还好你只是聋了耳朵，若是他们打断了你的双手，你如厕都得别人帮你擦屁股，多惨啊！要是断了腿呢，撒个尿都得别人抱着你，也很惨。”肖培肯定听进去了，他的胸口起伏了一下，眼睛都有了点活泛气儿。肖培问我：“当初你祖父到底是怎么说服我祖父定下婚约的？”我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可不是嘛，我爷爷怎么就非要定下这婚事呢？你这人除了一张好脸，哪里配得上我啊？现在聋了一只耳朵，更配不上我了。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我这次来京城本也是跟你退婚的，没想到遇到这档子事儿。”肖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嗓音冷冰冰的说道：“你送我去青州，然后咱们一拍两散。”我搓搓手，矜持的说道：“青州可是路途遥远啊，没有2-3个月到不了。”肖培轻嗤一声：“到了青州，欠你的钱10倍奉还。”我立马挺胸抬头：“别说是去青州了，就是去黄州、绿州、洪州我都送你，钱不钱的都不是事儿。谁让你是我未婚夫呢？”肖培听了，砸给我一粒银锭子。我捧着银子笑嘻嘻的说道：“有事您吩咐。”肖培只说了2个字：“闭嘴。”肖培花了10两银子买我闭嘴。到了饭点儿，我往肖培的方向砸了一块石头。肖培睁开眼睛看我：“吃饭。”我挑起火堆里的番薯，暗淡的夜色中，火花四溅，番薯随着火星子朝着肖培飞过去。我飞快地从身边摸出一支箭，一切就发生在须臾之间。我听到箭没入肉体的声音，扑通一声，一具尸体砸到了肖培身边，血溅了他一脸。一袭青衣的肖培站在夜色里，如玉般俊美的脸上沾染着血迹，他真像是一株染血的曼陀沙华成了精。我一时间没忍住，朝他吹了个口哨。肖培拿出手帕，一点一点地擦掉脸上的血。我走过去拔出我的剑，又看了看那具尸体。这单生意不好做啊，我自言自语着。这是江湖老手啊，蛰伏在树上半个时辰，就为了给你致命一击。这才出发3天，
就遇上这种事儿了，咱们还能顺利到青州吗？我加钱。我上了大当了，肖培藏的那点钱早花完了。我俩被赶出客栈的时候，我觉得老脸都丢尽了。没钱还要上访，我呸！小二往门口泼了一盆脏水，肖培耳根都红透了，抿着嘴一声不吭。我烦恼地抓了抓头发，琢磨着，要是这会儿把他丢下，岂不是亏大了？没办法，我只能带着他上门打秋风了。还好我朋友遍天下，在这偏僻的县城也有个可以依靠的老朋友。路过我家门口都不来找我，是不是看不起我老秦啊？别看我断了一条胳膊，只要你吩咐一句，我照样刀山火海跟你去混。夜里，老秦勾着我的脖子，跟我干了一碗烧刀子，火辣辣的酒流过喉咙。我拍了拍他的背，没有多言语。老秦媳妇瞪了他一眼，恼怒道：“青姐是个大姑娘了，你跟她勾肩搭背的像什么话？”老秦喝大了，指着肖培嚷嚷道：“这人就是青姐的未婚夫。我这一晚上看来看去，觉得他实在是配不上咱们青姐，我这里难受啊！当年要不是欠了天大的人情，咱们怎么舍得让青姐跟这么一个手腹肌之力的公子哥订婚？”老秦媳妇脸色一变，抄起擀面杖敲晕了老秦。他对着肖培抱歉的笑笑：“萧公子见笑了，他喝2口猫腻就爱胡说八道。时候不早了，您跟青姐早点休息吧。”他拖着老秦回了屋，我端着剩下的烧刀子，就着盐渍花生慢吞吞地喝着。老秦断了胳膊带着媳妇归隐以后，再没有尝到这花生的味道了。肖培坐在长凳上，这一晚没怎么吃东西。老秦媳妇是西北人，做菜口味重，肖培这种出身高贵的王孙贵胄吃不惯。早点睡吧，明日我买2匹马，再有5天就能到青州了。我把酒一饮而尽，肖培抬头看向我，一双墨色的眼眸里映着我的身影。这还是相识以来肖培第一次这么认真地看我。他说：“我不去青州了。”我双手环臂，打量着他，笑眯眯地问道：“都要到青州了，怎么又不去了呢？”青州总兵是我舅舅，我原想着投奔他要牢靠一些，现在看来，我舅舅早就是你们的人了。这些年匪患四起，朝廷屡屡拨款剿匪，贼匪却总是剿不尽。青州治下尤为严重，现在看来不是因为剿不尽，而是因为我舅舅根本不想剿。天下乱了这么多年，当官的杀人放火，做匪的劫富济贫，你能说得清谁是匪，谁又是官吗？世子殿下，我劝你放下袖中匕首，因为你的刀肯定没有我的刀快。我去京城其实是有公务在身，青州今年大旱，百姓们快吃不起饭了。从外面运粮的几条旱路，因为朝廷剿匪的事情被看管得很严。我托了青州总兵的关系，去找商界巨富珍宝楼，想用他们的商船运粮，结果对方不答应，事情没谈妥。我不想白来京城一趟，琢磨着去王府退婚，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，王府一夜之间被抄家灭门，只留了个萧培。萧培淡淡的说道：“10年前，朝廷判了宣威将军死刑，派我祖父前往西北接管军队。可是没等我祖父到达西北，西北10万大军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，宣威将军府更是人去屋空。为此皇上大怒，查了很多年都没有帷幕，成了一桩悬案。”他又看向我：“罗青瓷，你是宣威将军的孙女，对不对？”萧培能认出我的身份，我并不意外。我救他的时候用的箭矢是西北军中所造。老秦呢，西北口音，掌中有茧，一看就是老兵。眼看着就要到青州了，我也没想瞒着萧培，毕竟萧培的舅舅是我们的人，他只有一条路可以选。我不以为意地说道：“这种昏君，迟早自食恶果。10年前，狗皇帝胡编乱造了一个罪名，要西北军的兵权，还有我们的命。老王爷提前通风报信。我爷爷命西北军佯装成贼匪，在青州一带蛰伏，而我们一家人逃往青州，在总兵府安顿下来。当时老王爷只提出一点，要我跟萧培定亲。罗青瓷，若是让骆老将军知道你落井下石，背信弃义，趁我萧家被满门抄斩之时找我退亲，你是什么下场？”我浑身一个机灵，我爷爷肯定会把我打得皮开肉绽。天可怜见啊！我去找他退婚的时候，王府还没出事儿呢。萧培这个黑心肝的，这是在威胁我。我带萧培回到青州以后，引起轩然大波。好，我祖父连连赞叹我：“青瓷，你果真是重情重义的好孩子，于万千危难之中，一路冒着艰难险阻将阿培带回来。祖父这次一定好好奖赏你。”祖父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我祖父握着萧培的手，久久没有言语。在这种祸事之前，说再多的话都显得很轻飘。我祖父把我的手跟萧培的手放在一起，萧培的手凉得可怕，我下意识的想要缩回去，没想到萧培反扣住我的手，牢牢的握紧了。我瞪他：“干嘛呢？蹬鼻子上脸是不是？我答应帮你隐瞒耳聋的事情，可是没答应跟你言有情人啊。”萧培像是没看见一样，拉着我的手，跟我肩并着肩。阿培，按理说你要为爹娘守孝3年，可是如今境况不同，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。我来主婚，你跟青瓷3个月之后成婚可好？我跟萧培要成婚的消息传出去以后，第2天一早就有人砸我的屋子。我坐在庭院里啃包子，听到有人怒骂：“洛青瓷，你抢了姐姐的婚事，还有脸在这儿吃早饭？”
你照照镜子，你哪里配得上世子殿下？我要是就没有那个脸面跟世子成亲。我白了他一眼，懒得理会他。这些年骆锦成跟个炮仗一样，时不时的来炸一下，我早就习惯了。他啊，只是别人的马前卒而已。果然，骆明月姗姗来迟。她穿着剪裁得体的粉色罗裙，整个人清新的仿佛春日里的一朵桃花。在这萧瑟的秋日，瞧见骆明月都觉得心旷神怡。阿景，别胡闹了。骆明月轻声道。骆锦成委屈地站在他身边，嘟囔着：“本来就是嘛，当年明明祖父是要给你跟世子订婚的。”可是他洛青瓷横插一脚抢了你的婚事。骆明月看向我，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不真切的嘲弄。都是命，阿景，别再为了我跟青瓷闹了。我才没有他那样一个姐姐呢。骆锦成立马瞪着我说道，说的好像谁稀罕有他这么一个白痴弟弟一样。说起这桩婚事，哎，我还得去探探萧培的底。我俩这稀里糊涂的成亲，实在不是个事儿。我没理会骆锦成，去隔壁院子找萧培。骆锦成跟个狗皮膏药似的追着我不放。进了萧培的院子，刚走近了，我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世子。”不瞒你说，原先跟你定亲的是我的长女骆明月，青瓷仗着她祖父疼她，硬是抢了这门婚事。唉，有些事情不敢欺瞒世子。10年前，青瓷走失，沦落在外。等我们将她找回来以后，她已经成了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野女子。她走失以后，在贼匪窝里混迹多年，有些话本不是我这个当娘的该说的。可什么？我娘没有接话。你无非就是想说，我在贼匪窝里整天跟一群男人混在一起，早就不清白了。10年前，我刚满8岁，那年狗皇帝下了一道圣旨，要我全家的命。我祖父要疏散西北军，于是让我娘带着我们姐弟3人先行。没想到去往青州途中，遭到了匪徒，护卫们拼死抵挡，杀出一条血路。当时马受了伤，跑不快，骆锦成缩在我娘的怀里，吓得哇哇大哭。骆明月柔弱的哭泣道：“娘，若是被那些人抓到了，我宁愿一死。”我紧紧地握住手里的匕首。老秦在驾车，他急道：“夫人，到了一个分岔口，你们下马车，往左边那条路走，我驾车往右边去，迷惑贼匪。”可是我娘根本没有听老秦的话，她攥着的手指泛白，眼神慌乱地扫过车外越来越近的喊杀声，又猛地落在我身上。那眼神里没有半分不舍，只有赤裸裸的算计和决绝。我心里一沉，瞬间明白了他的打算。不等他伸手，我先一步掀开车帘，8岁的我踩着车辕跳下了车。老秦大惊，猛地勒住马，跳下车拉我：“小姐，你干啥呢？快上车！”而我娘就在这个时候拉起缰绳，驾车逃了。后面的贼匪快追了上来。老秦急道：“夫人这是干什么？”我心想，我娘真聪明啊，她知道把我丢下来以后，老秦一定会拼死抵抗，护我性命。那样的话，他就能争取到逃命的时机。小姐，你快跑！我死也会护住你。老秦，我不会死，你也不会死，我们都要活下去，就算被侮辱、被践踏，也要活下去。我想起那一年，我爹把我护在怀里，他身上的血染透了我的衣衫，尸体渐渐凉透了。我爹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老秦留下护卫我，我们2个被擒到匪窝里。在匪窝的头2年，日子过得很苦，匪首逼着我们这些孩子外出历练，采集物资，帮忙干活，做得好晚上多一个馒头，做不好晚上多一顿鞭打。起初我自持身份，不肯依从，后来老秦病得快撑不住，我不得不低头，做得久了也就习惯了，受的委屈多了，也就不再执着于虚浮的气节。那些年，我躺在脏乱的茅草堆里，望着漏风的屋顶，时常恍惚。若不是老秦一直陪着，我早忘了自己是西北大将军之女。等我成了山寨里最能干、最可靠的帮手，大当家把我扛在肩上，高声喊：“看见了没有？没有，都学着点清简儿。咱们所有人都得为他自豪，为他骄傲。”我坐在他肩头，看着众人欢呼，只有老秦站在人群后面，望着我，默默流泪。那年我10岁，已是凉州一带最出色的帮手，做事利落，从无失手。看着老秦落泪，我心口发闷。忽然想起5岁那年，我爹把我扛在肩上巡视西北大营。这是我二闺女骆青瓷，将来她会接我的战刀，做西北最勇的战士。我背着小弓，握着自己磨的匕首，一脸傲气。也是那年，我对大当家说：“干爹，总做这些零碎小事成不了气候。如今世道乱，商队警惕，寨里弟兄久无生计，人心要散。”我献计，联合附近2座山寨，为民除害，扳倒了凉州1名贪腐恶官。那恶官搜刮民财，欺压百姓，烂月所得财物尽数分给寨中弟兄和附近穷苦人家。我也自此坐上山寨第3把交椅。8年时间，我收服凉州大大小小15座山寨。这些年，山寨不再做拦路劫掠的勾当，我整合人马，一边为富商护标护航，保障商路安稳，一边清剿匪患，帮扶百姓，守护一方安宁。若有名声端正的义军缺人手，
只要是为民做事，我们便倾力相助。凉州百姓私下里都亲切地称我们为前客军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有个县城的百姓被苛捐杂税逼得走投无路，凑了重金找上门，求我们派兵守护县城，护佑百姓。这些年天下动荡，烽烟四起，我们行事光明，护佑一方，朝廷也认可我们的作为，从不来清剿。我们这支前客军就这么堂堂正正、稳稳当当存续至今。去年我带着老秦回到青州，想把前客军的事情告知我祖父，可是我终究是没有说出口。我不在的这10年，西北军散落四方，落草为寇，早就失去了当兵的本心。我祖父老了，终究是失去了一些斗志，他缩在青州城观望事态，打算等某个藩王来招安。我娘以为我在外流落10年，混在山匪窝里卖身求存，所以他今天才言之凿凿的在萧培面前诋毁我，想让我把婚事让给骆明月。只是我有些好奇，我娘是个无利不起早的性格，她怎么会好端端的看上萧培这个落魄世子呢？这个疑惑很快就有了答案。骆景成仇视的看着我，怒道：骆青瓷，青州缺粮已久，可是你去了一趟京城，连珍宝阁的大门都没进去。世子跟我姐姐一夜之间就解决了这个大问题，珍宝阁愿意出商船为我们运粮了。我看你就是一个粗鄙的草包。他说着说着，可能太激动了，手指头都划拉在我脸上了。我懒懒地捏住他的手腕，狠狠往他身后一折。在骆景成的尖叫声中，我一脚踹向他的屁股，让他摔了个狗吃屎。骆明月赶忙扶起骆景成，眼里有一丝水雾。他先是看了一眼萧培，轻声说：世子让您看笑话了，我这妹妹流落在外许久，吃了很多苦，我跟弟弟欠她的，不论她如何折腾，都是我们该受着的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我回骆家这1年，骆景成总是想方设法的欺负我，可惜从来没有讨到好处。骆明月永远这么一副柔弱可怜的模样，仿佛我把她怎么着了似的。骆家上上下下都在背后议论我是个女土匪。我祖父呢，倒是心里清楚得很，可他懒得管，他自己都为西北军那摊子污糟糟的事儿愁白了头，家事实在有心无力。我娘平静地说道：骆青瓷，你害死了你爹还不够吗？非要把这个家搅散了才甘心。我靠在门栏上，看着他轻轻说道：爹到底是怎么死的，你心里有数。我娘的眼睛一瞬间就瞪大了，她举起手要打我，没想到萧培却忽然抬起手，稳稳地挡住了我娘的胳膊。他温和有礼地说道：夫人在总兵府寡居多年，我舅舅十分敬重您，将芳华园都借给您居住，想来这10年您过得还算体面。既然您衣食无忧，怎么就没想着派人去找青瓷呢？还是骆小姐通情达理，知道青瓷在外面吃了很多苦，你们欠她粮多。找什么找？当年我娘回了青州，直接告诉我祖父我死在路上了，这事儿萧培心知肚明，存心说出来骚我娘的脸面呢。骆明月擦拭眼泪的动作停下来，抬头看向萧培。我娘更有意思，她先是愤怒地扬着眉毛，然后飞快地咬了一下后槽牙，脸色十分不好看。唯有骆景成那个草包叫嚷着：我们怎么欠他了？他有手有脚的，不会自己找回家吗？我看他就是存心装可怜。世子，你不要被他骗了，他现在攀上了您这棵大树，将来说不定要怎么欺辱我们呢？闭上你的狗嘴吧！我一脚把骆景成踹开，不耐烦地说道：骆明月想嫁给萧培，随他便，往后别再因为这些事情来烦我。另外，累骆锦成，我回家之前你把我屋子里坏掉的东西全都补上，不然我一刀阉了你。我出了门，站在原地想了想，扭头看过去，萧培站在门的那边，一直看着我。你跟我出门一趟。我淡然地对着萧培说道。骆景成跟疯狗似的，一下子就急了。你还说不想嫁给世子，明摆着在勾引他呢。我掏出袖中的匕首，唰的一下子朝着骆景成掷过去，匕首噌的一声没入门槛，骆景成的脸上划出一道血印子，他吓得腿都软了，扑通一声坐在地上。萧培拔出我的匕首，慢慢朝着我走过来。怎么烧成这个样子才来医治？他左耳怕是就不回来了，先吃几副药看看情况吧。雅叔给我比划着。我扭头看了一眼躺在软榻上的萧培，半个月前他跟我回青州的时候还衣衫褴褛，憔悴不堪，这才没几天又成了从前那个高贵雅致的王府世子。就身上那身素白色的衣袍都是上好的云锦做的，还用银线绣着暗纹牡丹，又奢华又低调，很是符合他的风格。可就是这么一个高贵的世子，生了病都不敢找人医治，他也是有那么一丁点可怜的。给他开药，开最贵的最苦的药。萧培昏睡了1个时辰才醒过来，按理说人清醒以后总会有一瞬间的茫然，可他没有，他扭头看向我，眼神十分冷静，我甚至怀疑他根本没有晕过去。我跟他解释道：你烧得实在厉害，我又怕你耳聋的事情传出去，就带你来雅叔这里了。他医术不错，人很可靠，你放心吧。萧培这才微微放松一点，没那么紧绷的时候显露出一丝丝疲态。能不疲惫吗？王府覆灭，他只身一人到了青州，屁股还没坐热呢，就被我祖父跟他舅舅派去找珍宝阁筹备粮食。你怎么知道我娘跟你舅舅有私情？我问他，他当着我娘的面说的那番话简直是往我娘的心头泼热油。萧培坐起来淡淡的说道：当年你娘来青州，想必身上没有带多少财物，就算我舅舅听从我祖父的命令收留他们，最多也是保证他们衣食无忧。可骆明月跟骆景成姐弟2人穿着不俗，
你娘更是脸上毫无愁色，显然这些年过得很好。我想到我娘头上的绿宝石簪子，没有说什么。她也的确是太招摇了。说起来，我娘若真是想嫁给萧培的舅舅，我祖父肯定也同意的。我祖父不是那种迂腐的人，可我娘偏要为我爹守节，问题是还没守住。当年在西北，我爹总是阶级伤残的老兵，我家的日子虽然算不上清贫，却比不上其他的达官贵人。我娘总是怨我爹，为了银钱没少吵架，无非是他出门在外都比不上一些商户娘子气派。有一次吵得厉害了，我爹心存愧疚，他带着我出城去，想找沙参卖钱，给我娘打一根金簪子。也是那次我们遇上奇袭的沙盗，我爹死在了沙漠里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可笑的是，我娘还怨我爹死得太轻易，他不是死在战场上的，甚至算不上功勋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随他去吧。我无所谓地说道。雅叔端着要进来，萧培端起来一饮而尽。我盯着他仔细看，他的表情竟然自始至终都非常平静。我看向雅叔，咋回事儿？这药不苦？雅叔也看我，绝对苦。我将信将疑，端起碗舔了一下。我掏出路上买的蜜饯，一口气吃了大半包。萧培眼带笑意，从容惬意地捏了一个蜜饯吃起来，真是狠人啊。萧培，说实在的，你娶骆明月吧。我跟萧培说道。萧培低头整理衣襟，没有说话。我才意识到，我坐在他左边，他的左耳几乎听不到了。罗青瓷，你一直都这么活着吗？我挑挑眉，往他右边坐下，大声问他怎么活着？这么穷酸、懒散、无所谓的活着。正巧雅叔端着饭菜走进来，他把一碟咸鱼放在我面前，忍着笑离开了。要不是为了给你赎身，我能穷成这样吗？快点还钱！萧培却抓住我的手，干嘛？我瞪他，他耐心地掏出一个小瓷瓶，用食指蘸着白色的药膏，细细地涂在我粗糙的手背上，淡淡的香气晕染开，我的手都变得细腻了。萧培的手很好看，如玉似的，而我的手这些年拉弓射箭做多了粗活，被他比成了猪爪子。冬天的时候还生过冻疮，实在不好看。萧培又掏出一把小梳子，站在我身后，慢慢地将我凌乱的头发梳顺了。从面前的铜镜里一看，他给我梳了一个简单的发髻，还给我别了一根玉兰簪子。萧培端向了我一下，很早想给你梳一下这杂草似的头发了，梳子揣在身上许久，今日终于派上用场。我警惕地看向他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萧培，你该不会是不想还我银子了吧？说好的10倍奉还，这人该不会要变卦吧？萧培不答反问，神色冷淡地说道。洛青瓷，你得跟我道歉。我怒极反笑，我跟你道歉？你欠我钱不还也就罢了，还说我是一条咸鱼，我还跟你道歉？你没睡醒吧？你我再有2个多月就要成婚，你却张口闭口就要我娶洛明月，对我十分不尊重。萧培的态度十分郑重，听得我都隐约有些羞愧。我本来就没想着嫁给他，早之前回青州，我是想着把钱客军给祖父，可后来我打消了这个主意，留在青州想找珍宝阁的人谈生意，等生意谈成，我就回凉州了。鬼才要嫁给萧培呢！我眼珠子一飘，笑眯眯地说道：“我跟你道歉，萧培，你先把欠我的银子还我。赎你的时候花了100两，你也不用还我1000两了，讨个吉利，还我800两就行。”萧培食指跟中指夹着我的脸颊，你这个人心虚的时候，眼神总是乱飘，你是不是从没想过嫁给我？别蹬鼻子上脸啊！咱俩有感情吗？我就嫁给你。我打掉他的手，我本来就是找你去退婚的。没感情吗？萧培从衣袖里拿出一张薄薄的纸放在桌上，我们多少也算是患难与共，有些感情的。我看向桌上的纸，眼睛噌的一下子就瞪大了。我拿过来细细一看，脑子发懵，难怪我娘非要让洛明月嫁给萧培。我当机立断，夫君，往后余生祸福与共，谁想拆散我们，我绝不轻饶。我做梦都没想到，萧培竟然就是珍宝阁的阁主，难怪他一出面就搞定了青州筹粮的大事。他拿出的那张契书是我跟青州珍宝阁的掌柜立下的，上面竟然有萧培的4张。要是放过萧培这条肥溜溜的大鱼儿，我就太对不起自己了。珍宝阁的生意遍布大江南北，谁能知道这背后的阁主竟然是王府世子？萧培也太会赚钱了吧！我的前客军四处接活，可是投靠我的穷苦百姓越来越多，僧多粥少，我又不会做生意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有时候我做梦都梦到天上下银子雨。你倒是深藏不露。萧培知道了我的身份，倒是对我有点刮目相看的意思。当2个人有了共同的秘密以后，就会变得亲近许多。这话实在没错。自从知道萧培是阁主以后，我逮着机会就跟他学生意经。他脑子灵光得很，给我提了2个主意，就让我醍醐灌顶。我对他是越发钦佩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做生意就是太要脸了，这可不行。我打算派人伪装成山匪，去滋扰一下那些不仁的豪绅。豪绅们心生畏惧，自然会寻求庇护。我还计划分出一些土地供队伍耕作。投靠前客军的百姓们，大部分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他们脑子不灵活，很不好训练，又一个个拖家带口的，许多活都不能交给他们。可是既然来投靠我了，就是想吃饱饭，我总不能赶他们走。我这2年为这些人的去路十分发愁，如果让他们回去耕种，就好解决多了。那些大地主背后都是有靠山的，
你别弄巧成拙。我懂得分寸。我思量一下说道。萧培，我要回凉州一趟。萧培拉住我，凝视着我。你万一一去不回怎么办？欢客君跟珍宝阁的生意还得做呢，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。可我听雅叔说，你在欢客军有个青梅竹马的副将洛青瓷，你得给我一点保证。我想了想，凑过去抱住了萧培。半晌，萧培靠在墙上看着我，我帮他整理了一下被我扯乱的衣服。好了，最晚半个月我就会回来，这阵子雅叔会来帮你诊脉，你的耳朵要注意。洛青瓷，你这个人真的很……萧培垂下眼帘，不管说什么你都没办法反悔了。我跟萧培告别，溜走了。后来提起这件事情，萧培忍着笑意说，他当时只是想跟我要银子，结果我二话不说就吻了他。我听了以后，一脚把他踹下了床。半个月后，我从凉州匆匆回来，一进门就听说一件大事，萧培毁了骆明月的清白。爷，这件事情你一定要为明月做主啊！明月女儿家的清白都毁了，让她以后怎么做人呢？听说是他们两个人月下散步，骆明月不小心落了水，萧培跳下水救她。我进去的时候，我祖父立马松了一口气。青瓷，你跟阿培成婚在即，这件事情你来说怎么办？萧培坐在椅子上，抬头看向我，神情有一点倦怠。我走过去，凑近了问他：落水了，有感染风寒，有发烧吗？耳朵不舒服。他握住我的手，头疼的厉害。我身边没有可信的人，没办法去请雅叔。走，去休息，我派人去请雅雅叔。我拉起他往外走，我娘拦住我。洛青瓷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谁说算了？既然骆明月这么想嫁给萧培，那就让她做妾。等我们成亲以后，一顶小轿把她抬进门便是。姐妹一场，我也不至于苛待她。只是以后对我这个当家主母晨昏定省是少不得了，省得让外人议论她。我带着萧培离开，懒得理会我娘在后面怒骂我。雅叔来为萧培诊过脉，给他开了药。我守着他喝完药，萧培躺在床上看我。洛青瓷，你走的时候我给了100两银子，你怎么又这么穷酸的回来了？衣服嘛，随便穿穿就是，冻不着就行。银子哪有够用的时候？经营前客军这么多年，受伤残废，等着吃药救命的兄弟很多，100两银子还没有揣热乎呢，拿了5文钱给自己买了根糖葫芦，剩下的全都放在公账了。你总是把自己打扮得乱七八糟，是不是从前受过委屈？萧培抬起手描绘着我的眉眼。没有，我只是懒得打扮自己。你睡吧，我带了些人来青州，得去安置他们。前客军要跟珍宝阁做生意，少不了要让人驻守青州，我得忙一阵。等我忙完，我才发现跟萧培的婚期要到了。总兵府里摆满了要成亲的东西，到处张灯结彩，挂满了红绸。排场倒是挺大的。蒋成在我身边问道：“萧培曾说我有个青梅竹马的副将，说的就是蒋成。你真的想好要嫁给萧培了吗？”他又是沦为乞丐，差点冻死在街头，是我把他捡回了山寨。他一贯不赞成我跟萧培的婚事，觉得我俩根本不搭调。蒋成，2万相克军跟着我出生入死，我得给他们找个靠山，找个归宿，不能让他们一辈子名不正言不顺的做山匪。我祖父为什么这么着急让我嫁给萧培呢？同样的道理，他要给西北军也找个归宿。萧培是王孙贵胄，只要他振臂一呼，打着振兴皇室的旗号，多的是人投靠他。这天下再乱，造反的人也讲究个师出有名，只有投靠萧培，我们才能洗白上岸，不然等朝廷哪天回过神儿，把我们这些前客军剿了，这些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我带着蒋成去找萧培，走到大堂门口，却瞧见里面灯火通明，大堂里传来萧培舅舅的声音：“太孙殿下，如今永州、宁州、青州3州总兵齐聚于此，只等您一声号令，我们即刻昭告天下，为孝成太子证明。今夜便拟写檄文，将昏君谋害我父王、篡夺皇位的罪行公之于天下。”大堂之中，众人闻言皆是热血沸腾，神情激动。我祖父也在人群之中，满面红光，难掩欣喜。今夜萧培便是大事已成，在座之人皆是有功之臣，难怪骆明月不惜一切也要嫁给萧培。原来他竟是已故孝成太子的嫡子。想来祖父早就知晓萧培的真实身世，才会这般急切，催着我和他履行婚约。蒋成满脸震惊：“天哪！你若是嫁给萧培，在他登基之后，你岂不是要做皇后？这般天大的富贵，竟直接落到了你头上！”我望着房檐上高挂的红灯笼，拍了拍额头：“蒋成，我其实还没想好要不要嫁给他，我回去再仔细想想。”萧培的身份一经传开，本就动荡不安如沸油般混乱的天下，瞬间掀起轩然大波，朝野上下、民间百姓全都炸开了锅。战火连绵3年，萧培最终平定叛乱，稳住天下。我从关外赶回京城时，恰逢新帝登基大典，没想到最终登上皇位的竟是镇南王的幼子。皇太孙果然深谋远虑，他早就料到哀帝会对镇南王府下手，早早便安排王府众人脱身，保全了性命。你说这位新帝真的能容得下皇太孙吗？皇家之事向来错综复杂，谁又能说得准呢？自古有规矩，身有残疾者不可继承大统。皇太孙听力受损，断然不可能登基为帝了。酒楼之中，百姓们围坐一桌，
个个神情兴奋，热议着皇家密事。天下动荡多年，王孙贵胄接连失势，早已没了往日的威严。众人谈及萧培听力受损之事，更有人添油加醋，编造不实传言。想当初皇太孙流落街头，人人都能随意轻辱，我当初还花了5两银子，让他为我。我听得怒火中烧，径直走上前。闭上你的嘴，再敢胡言，我定让你付出代价。那男子抬头怒视我。你干什么？哟，原来是关外走江湖的，你们这种人，说不定哪天就出事儿，也敢来管我的闲事儿。我不再多言，上前将他当场制住，逼他收敛妄言。蒋成连忙上前。老大，我们此次回京有要事在身，切莫太过张扬。京城有我们宦客军的兄弟，让他们出手处置这人即可。我将他制服在地，见有人要去报官，便带着众人转身离开。我祖父被新帝册封为安定侯，往后便能安享荣华，颐养天年。有趣的是，娘亲竟也得到新帝赏赐的一座贞节牌坊。听闻此事，我险些笑出声来。得了朝廷赏赐的贞节牌坊，娘亲往后一辈子都得身着素衣，深居简出，不得张扬。这对一向爱攀比、好脸面的娘亲而言，无疑是最沉重的打击。我回到安定侯府，恰好遇上骆景成，他一见到我，顿时目露凶光。骆青瓷，你竟然还敢回来！我看着他空荡荡的右袖，3年未见，倒是瘦了不少，嘴角勾起笑意。想来是少了一条胳膊，连形式都不变了吧？骆青瓷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骆景成尖叫一声，气急败坏朝我冲来，我抬脚轻轻一踹，便轻而易举将他踹倒在地。3年前，我逃婚前曾掌握骆景成作恶把柄，依规惩戒，断了他作恶的依仗。这件事我隐忍多年，从未对外声张。当初我带着老秦回到骆家，骆景成屡次3番寻衅，反被我次次压制。他竟趁我不在青州之时，暗中加害老秦，伤了他的手臂。这笔账我一直没忘。没空跟你纠缠。祖父在哪儿？哼，骆青瓷，我姐姐很快就要嫁给萧培做王妃了，到时候有王爷做我姐夫，你就麻烦大了。骆明月要嫁给萧培这件事，我倒是从未听闻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从正堂缓缓走出，他目光沉沉地凝视着我，沉默片刻，语气平淡地开口：骆青瓷，你当初离开时拿走了我给你做聘礼的1000两银票，按理来说该过得顺累，怎么如今又这般朴素的回来了？3年未见，萧培模样依旧，未曾有半分变化。他身着精致华贵的锦袍，静静立在不远处，一双眼眸冰冷地落在我身上，不带半分温度。我迎上他的目光，淡淡一笑：萧培，你传信于我，说要在3月3迎娶骆家小姐，我连日策马赶路，无暇休整，所以样貌才会如此狼狈。3月3正是上巳节，民间公认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好日子。我一路马不停蹄，总算在上巳节这天见到了萧培。嫁给萧培之后，我才真正明白一件事，这位高高在上、心思深沉、连耳朵聋了都藏得住的男人，骨子里就是个粘人精，而且占有欲强的离谱。王府大的离谱，回廊曲折，院子一进又一进。我住进来头1个月，出门都要带个小丫鬟带路，否则10次有8次走丢。萧培每次找到我也不生气，只伸手牵住我的手腕，指尖凉凉的，语气平平：王妃又迷路了。我理直气壮：路太让，不是我的错。他低笑一声，把我往他身边带。往后我陪着你走。说到做到。从那以后，只要他在府里，每日晨起必亲自来我院子，带我走一遍路。傍晚无事，就牵着我在花园里散步，一边走一边给我讲王府的布局、各处的用处，讲得细致又耐心，像教小孩子认字。我嘴上嫌他啰嗦，心里却软得一塌糊涂。从前我哪里有人这样疼过，这样耐心待过？老秦护我是义气，祖父疼我是愧疚，唯有萧培把我当宝贝，把我放在心尖上，一点点一滴滴全都妥帖照顾好。婚后我也没改本性，早上起得晚，头发随便一挽，衣裳随便一披，出门就能见人。萧培看不惯，却从不说重话，只每天亲自给我梳头。他的手指很干净，动作轻得很，不会扯痛我半分。他一边梳一边低声念叨：头发又乱了，怎么总不爱好好打理？我趴在梳妆台上，眯着眼打哈欠。舒服就行，好看给谁看？他从镜里看我，眼神温柔。给我看。我心里一动，嘴硬。你又不是外人，看习惯了。他笑，指尖在我发顶轻轻一点。是习惯了，越看越好看。这人嘴甜起来，我都招架不住。王府规矩多，从前我最烦这些，什么晨昏定省、请安问礼，说话要轻声细语，走路要端庄雅致，听着就头疼。我刚嫁进来那几天，装模作样了2天，第3天就忍不住了。那天早上，太后派人传话，让我过去请安。我心里犯懒，直接翻个身继续睡。萧培无奈，只好替我去。回来时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低声跟我说：往后规矩上别太出格，我能护你1次2次，护不住次次。我坐起来，理直气壮：我又不是大家闺秀，学不来那些弯弯绕绕。你当初娶我就该知道我什么样。知道，
我就喜欢你这样。我心里一软，萧培，凑过去，额头抵着他的肩。我不太会做王妃，也不会讨好太后，讨好朝臣。你会不会觉得我给你丢人？不会，你不用讨好任何人，有我在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，不是打通商路，不是护住前客军，而是在最狼狈、最不堪、最不像个姑娘的时候，遇见了萧培。婚后，我依旧管着前客帮，天下太平了，兄弟们也不用再打打杀杀，改做正经营生，镖局、商行、车马行、客栈，遍布各州府。我隔几天就要出去一趟，看账目、见掌柜、处理纠纷，忙得脚不沾地。萧培从不拦我，只每次出门前必让陈叔带一队护卫跟着，在香槟主。我从小打打杀杀，谁能伤得了我？以前我不在，你什么都要自己扛，现在有我，你不用再硬撑。这话一出，我差点眼眶发热。这么多年，我早习惯了凡事靠自己，习惯了不示弱、不流泪、不依赖任何人。可萧培，他让我知道，我也可以被人护着，也可以不用什么都自己扛。只是这人醋劲儿也大得没边。有一次，我去城西镖局查账，镖局里几个老兄弟见了我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上来就给我一个熊抱，拍着我的背喊：“老大，好久不见！”我笑着回报，没当回事。回去之后，萧培脸色沉得厉害，一整天没说话。晚上躺在床上，他忽然开口，声音闷闷的：“今天谁抱你了？”镖局的老兄弟啊，怎么了？除了我，谁都不能抱你。我又好气又好笑。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至于吗？至于，你是我的，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，都是我的，别人碰一下都不行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他有点幼稚，又有点可爱。我伸手勾住他的脖子，主动凑上去亲他。好，都是你的，谁都碰不得，行了吧？夜里，他总爱抱着我睡，抱得很紧，仿佛一松手我就会消失。我偶尔故意逗他，假装要下床。去哪儿？别跑！他立刻惊醒，迷迷糊糊抓住我的手腕，声音带着睡意。我忍不住笑。我去喝水，跑什么跑？他松了口气，却依旧把我拉回怀里，紧紧搂着，不许跑，永远不许。我窝在他怀里，听着他沉稳的心跳，心里安稳的不行。从前我睡在茅草堆里、山洞里、荒郊野外，夜夜警惕，不敢深睡。如今躺在温暖柔软的床榻上，身边有他，我终于可以放下所有防备，安安稳稳睡个好觉。日子久了，王府上下都知道，这位王妃看着粗野随性，却是王爷心尖上的人，谁也不敢怠慢。陈叔跟我说过好几次，王妃、王爷这3年过得很苦，日日等你，夜夜难安。如今你回来了，王爷才算真正活过来了。我听了，心里发酸。我欠他太多，我开始学着收敛性子，学着打理王府中馈，学着做一个合格的王妃。虽然依旧不够端庄，依旧偶尔偷懒，偶尔脾气上来就炸毛，但我愿意为他慢慢改。萧培看在眼里，从不逼我，只每次我做好一点，他就夸我。青瓷越来越好了，本来就不差。我嘴上说，心里却甜滋滋的，偶尔也会拌嘴。我嫌他管得多，他嫌我太野；我嫌他心思重，什么都憋在心里；他嫌我大大咧咧，什么都不上心。吵完了，谁也不说话，冷战半个时辰，最后总是他先软，过来牵我的手，低声哄：“别气了，是我不好。”我转头瞪他，明明是你先找茬。他笑：“是，我找茬，我错了，王妃别生气了。”我看着他，气也气不起来了，忍不住笑出来。其实我知道，他不是管得多，是怕失去；他不是心思重，是肩上担子太重；他不是爱吃醋，是太在乎我，在乎到不敢有半点疏忽。冬日里，天寒地冻，我手脚常年冰凉。夜里，萧培总把我的脚捂在他怀里，用他的体温给我暖着。我缩在他怀里，暖烘烘的，心里也暖烘烘的。青瓷，你有没有后悔嫁给我？我毫不犹豫，不后悔。从前我觉得我这辈子能护着兄弟们吃饱穿暖就够了，从未想过还能有这样安稳温暖的日子，还能有一个人这样毫无保留的爱着我、宠着我、护着我，还能有一个人这样毫无保留的爱着我、宠着我、护着我。萧培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春日里阳光正好，他牵着我在花园里散步，满园花开，落英缤纷。往后岁岁年年，春夏秋冬，我都陪着你。我看着他眼底的温柔，看着他认真的模样，心里满是欢喜。我踮起脚尖，轻轻吻了吻他的唇。好，岁岁年年，春夏秋冬，我都陪着你。风也好，雨也罢，我都在他身边，他也在我身边。从前我是无根的风，漂泊的云，如今我有了归处，有了家，有了永远不会放开我的人。